最近，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电子战部门副总裁吉姆·康罗伊公开了 F-16战机换装新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的计划，标志着这款经典的第4代战机将继续服役到2040年代。随着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的更新， F-16的战力将得到显著提升，这对于美国空军来说至关重要。毕竟 F-16机队是空军中数量最多的战斗机。F-16的雷达升级主要涉及几个关键领域，包括电子战能力、战区态势感知、武器瞄准精度以及跨领域协同作战能力。具体来说，洛斯罗普为 F-16设计的 ANIPAGE-83 雷达和 ANOC-257 蝰蛇电子战套件将极大增强其在现代复杂战场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果。ANIPAGE-83 雷达是基于 F-22 的 APG-77 和 F-35 的 APG-81 雷达技术开发的，采用有源电子扫描阵列 AESA， 其最大探测距离可达370公里。这种雷达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能够同时进行多波束工作，飞行员可以利用这一技术同时完成主扫描任务和对战机周围潜在威胁区域的监控，极大提高了态势感知能力。同时，雷达的超宽带架构能够探测更多射频威胁，确保 F-16能更有效地应对复杂的电磁环境和敌方干扰。换装后的 F-16将在战场上更加灵活且具有优势，能够同时应对多种威胁，并与其他平台实现更高效的协同作战。这也使得 F-16成为未来几十年内空中作战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威胁日益增加的区域执行关键任务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如果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技术进步，大兵首先想到的就是汽车中的随动转向大灯功能。传统的汽车大灯固定照亮前方，当司机转弯时，车头的灯光照射范围不会自动调整，导致司机无法完全看到转弯处的情况。而随动大灯通过车轮转动和方向盘的操作，自动调节灯光方向，照亮车头的侧前方，帮助司机更清晰地了解周围的路况。这种功能与 F-16所搭载的 APG-83 雷达技术有相似之处。APG-83 雷达的优势就在于它同时能进行常规雷达扫描和重点区域的持续探测。当 F-16 战机在作战时，雷达不仅能够对常规区域进行全面扫描，还能对重点区域进行持续监视，类似于随动大灯在转弯时自动照亮侧前方的道路。而 APG-83 的多波束能力意味着它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比如进行空对空作战的同时，还能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种灵活的技术使得 F-16 能够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中更高效地应对多目标、不同类型的威胁。具体来说， APG-83 雷达的灵活性表现在它能够同时处理多个目标轨迹，并对20个目标进行实时跟踪。它的超宽带架构能在不同频率上同时发射多个信号，这有助于减少敌方干扰和探测 F-16 的概率。虽然同时应对多个目标的情况并不常见，但这种技术的加持无疑增强了 F-16 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优势。此外， APG-83 雷达的高效数据传输能力也是其亮点之一。它能够快速将侦测到的信息传输到机载航电系统、武器系统以及其他友军战机上，实现实时协作。这种快速的数据传输对于未来的空战尤为重要，尤其是在网络化作战环境中。由于 APG-83 与洛斯罗普家族其他雷达的高度兼容，它在硬件和软件上的共同性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使得 F-16与 F-35等其他战机能够更好地共享战场信息，提升空中作战的整体协同能力。此外， APG-83 雷达也继承了合成孔径雷达的功能，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通过提升可编程显卡的处理能力，它能生成更高分辨率的彩色视频，画面细节和分辨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使得 F-16能够更精确地探测并跟踪小型目标，比如小型无人机，同时降低信号损耗。即使部分信号收发单元出现故障， APG-83 仍能保持基本功能，继续支持战机作战。在 F-16的升级中，除了雷达技术外，电子战能力的提升也是关键。现代空战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
飞行员难以及时察觉敌方武器威胁或进入敌方射程，因此提高电子战系统的反应速度和威胁识别能力，对于保护飞行员生命至关重要。ANOC-257级城市电子战系统的研发，专注于快速追踪和定位未知威胁，以确保战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中依然能够保持高效作战。通过这些技术的升级，F-16将大幅提升其在未来空战中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率，继续在现代空战中占据重要位置。首先，传感器系统需要具备宽频带和高灵敏度的信号接收能力，以确保能够迅速截获并识别周围出现的各种雷达信号，无论是敌军的预警雷达、火控雷达，还是 F-16战机本身的雷达系统，能够在第一时间识别并处理。这些信号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及时找到敌军的雷达信号， F-16就能启动强大的电磁干扰功能，包括噪声干扰和欺骗干扰，来困扰敌军的雷达和通信系统，使其无法有效锁定和跟踪 F-16。这种电磁干扰能力既能提升战机的生存能力，也能在执行攻击任务时为己方其他战机提供掩护。尤其在远程打击任务中， F-16能先行干扰敌方雷达，为攻击机群清除障碍，从而增加任务成功率。除了强大的干扰能力，蝰蛇电子战套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自适应性，能够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自动调整工作模式和参数。这意味着飞行员无需手动调整电子战系统的设置，而是可以专注于执行任务。蝰蛇套件在使用时能与 F-16的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进行信息共享与协同作战，因此在未来的 F-16机队中进行大规模升级时，军方无需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进行调整和测试，从而提高整体作战效率。蝰蛇套件的自适应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使其在美空军中获得了初步认可，并且已经在 F-16 Block 50系列战机上开始进行飞行测试，之前已经完成了地面消声测试。在过去50多个小时的飞行测试中，蝰蛇套件能够在复杂且充满电磁干扰的环境中有效应对空中和地面的威胁，表现出色。另外，蝰蛇电子战套件将被安装在 F-16机身内部，取代原先的 ANOC-131自卫电子干扰吊舱。这一升级意味着 F-16战机将释放出一个外部挂载点，可以挂载额外的油箱、导弹或精确制导武器，从而提升其持续作战能力。此外，由于蝰蛇套件是内置在机身内部的，它不需要改动 F-16的外形设计，只需利用现有的天线和线位进行集成，体现了 F-16高度的可扩展性，并且蝰蛇套件与 APG-83 雷达能够同时运行，无需像传统的电子战系统那样在高强度雷达工作时关闭电子战系统。这种无缝协作进一步提升了作战效能。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相信，凭借蝰蛇电子战套件的优势， F-16战机将能够在未来的空中作战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预计会在2040年代仍然是主流作战平台之一。目前已有多个装备 F-16，尤其是 F-16 Block 70的国家，正在对洛斯罗普的蝰蛇电子战套件进行评估。土耳其空军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可能是最快的，他们已经签署了协议，计划在国内的 F-16 Block 70战机上引进蝰蛇电子战系统。土耳其这一决定是相对稳妥的，毕竟那些与 F-16同代的第4代战机在电子战系统方面，相较于 ANOC-257还存在一定短板。目前，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洲，其在第4代战机电子战系统的升级方面都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例如，我们可以以俄罗斯空军的苏-35重型战机为例，它配备的西比内 M 电子战系统虽然具备较强的干扰能力和自主性，能够在远距离发起干扰，并且在其他机载系统故障时独立执行雷达干扰任务，但它也有信息化集程度较低、技术更新较慢的问题。电子战系统如果无法与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保持实时同步，势必会影响飞行员的操作效率和节奏。与俄罗斯相比，欧洲的电子战系统理念相对先进一些。以欧洲的台风战机所使用的 ECR-90 电子战系统为例，这一系统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干扰波束精度以及多传感器融合和系统的灵活性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并且具有较大的后续升级潜力。然而，尽管欧洲在这方面有所创新，但与美国相比，
整体的投入和资源还是较为有限。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电子战套件上，还包括战机的其他关键装备。除了蝰蛇电子战系统 ，F-16本轮升级还提供了另一项亮点配置，即 Latrin 光电红外瞄准吊舱。这款吊舱已服役超过25年，曾装备在多达10种不同类型的军用飞机上，累计装备数量超过900个，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 FA-18超级大黄蜂。洛斯罗普电子战项目负责人吉姆·康罗伊在采访中提到，这款吊舱在最新的升级版本中增加了更大的孔径，配备了6个高清传感器，飞行员可以通过彩色图像或使用长波、中波和短波红外波段来观察敌军目标。长波传感器的加入，大大增强了吊舱的空对空作战能力及被动红外探测能力。对于执行远程打击任务的 F-16来说，装备这一吊舱无疑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它能够被动探测远距离的目标，甚至是敌军的隐形战机，从而使 F-16在尚未暴露自己的情况下，首先发现敌机并发射红外空导弹。这种能力在现代空战中至关重要，能够为 F-16带来显著的战术优势。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